眼前这堆密密麻麻的电线，就是超跑迈凯伦的血管，也是他称霸赛场的关键。现在大壮要将其转移，换到新的车架上，也不知道这么多的线路和线头，他能不能成功组装。大壮首先找出里面最粗的插口，这是最容易辨认的一部分，接着将它们装到对应位置，再从电线堆里进行翻找其他接头。我猜他这时候肯定非常头大，就像是大海捞针一般。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忙活，上面的线路成功连接，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接下来他要给车子装上安全带，从视频里展示出的情况来看，这应该是他买的新零件。要我说，他不如强子会过日子。之前强子翻新的原则是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买二手的，实在不行再买新的。估计是大壮是财大气粗，不太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有了之前拆的经验，所以他很容易的就完成了这一部分。现在后面的区域看起来非常整齐。大壮的下一步目标是把全车的电线都接上去，打通车子的任督二脉。由于车身骨架上都有固定的孔位，和车内的线路相比，安装起来会更加轻松。接着他和搭档一起把油箱里残留的汽油给导出来，这些油暂时还用不到，所以他直接加进了皮卡里面。清空了的油箱非常轻，也很方便大壮安装。他和搭档将其固定好后，连接上汽油管。现在这辆车总算有了些样子。下一步他要把发动机装到车上，和这个车身比起来，发动机的重量要大得多，所以大壮先把车身升高，然后努力的把发动机推到车身下面。这一步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对精度的要求很高。发动机的位置必须刚好，不然车壳和车身对不齐，在下降匹配的时候很可能造成2次伤害。这个过程大壮不敢马虎，一边下降一边调整角度，最后把二者成功结合。现在这辆车的样子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单人潜水艇，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接着大壮忙前忙后的固定螺丝，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最后总算成功了。下面就要连接上面的线路了。在一辆超跑上，发动机就相当于人的心脏，上面的电线相当于血管，而 ECU 则是车子的大脑。据说迈凯伦 720S 上有很多黑科技，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自动漂移系统。这项功能是由一部监视器和一套安全系统控制实现的。在车内会有一个旋钮，当你扭动到指定位置，系统会改变尾翼高低等来控制车身姿态，从而完成漂移。要是你有一辆迈凯伦 720S， 就可以试试这个功能，只需要打开漂移模式，然后控制好方向盘和油门，就可以进行漂移。相信有了它的帮助，你也能称霸秋名山。不过说1000到1万，这些功能都建立在电子系统的基础上，要是大壮连接不好线路，说再多都白搭。现在线路都连得差不多了，至于最后效果如何，还得等全车完成之后才能测试。下一步他要开始安装减震。对于大壮来说，组装车可比拆车简单多了。迈凯伦一直是超跑界的另类，他拳打法拉利，脚踢兰博基尼，但就是这么强的车子也会有受伤的一天。话说大壮买下了那辆报废的迈凯伦后，很快就装上了发动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刹车盘。在往期的作品中，我向大家介绍过碳陶刹车的优势，整体没什么毛病，就是太贵了。好在这辆车的刹车盘完好无损，不然大壮就得崩溃了。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忙活，整个悬挂包括刹车盘都安装完成。下一步就是安装催化转化器，这是汽车排气系统的一部分，它会利用催化剂将排气中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转换为对人体无害的气体，是一种排气净化装置。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触媒转化器通常价格昂贵，还会有人回收这种东西，这是因为其含有钯、铑和铂等稀有金属，提炼出来之后可以回收，所以价格也是居高不下。说真的，要是大壮不想翻修这辆迈凯伦，那么光是拆车件估计也能赚不少马内。现在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之后，车子也终于有了模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车架子了。接下来大壮开始安装散热，从散热器的成色来看，应该都是全新的。看来大壮真是下血本了。接下来他要给车子的冷却系统连上真空泵，把里面的空气都抽出来，确保整个系统没有泄漏。这个真空泵上面有2个表盘，能显示出不同的数据。当机器运行了大概20分钟后，左边蓝色的表盘指针一直在下降。这时大壮关闭了一侧的阀门，要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另一侧的表盘指针会不会变化。如果和最开始的一样的话，那么车子的冷却系统就没问题。在等待的同时，他要把电动机和发动机进行连接，这一步还是很轻松的，只需要连接好相应的螺丝就可以了。这部分完成的差不多后，大壮去检查表盘，发现指针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原本他以为是冷却系统出了问题，可检查后发现竟然是上面的螺丝没有拧紧，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现在将近半个小时过去了，指针也只是有很轻微的偏转，说明车子本身的冷却系统是没问题的。大壮就不打算重新检测了。接着他把车子转移位置，要开始处理前端了。此刻他正在修复的车子原本的颜色是白色的，虽然出了严重的事故，整个车尾都被撞没了，但是前脸保存的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内饰非常完整，基本上没收到什么损伤。看到这里我有点疑惑，这辆车是如何做到损伤的这么整齐的？直接拦腰斩断了。
不过此刻大壮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一心只想把车子赶紧修好。如果大家看过前几期视频的话，应该对车子前端还有印象。当时大壮在这里修复了一个裂缝，那是一处很明显很严重的瑕疵。刚才大壮进行复查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处小裂缝，他先用机器进行打磨，然后涂上一层黑色的胶状物。为了加速风干，他拿来了一个类似小太阳的加热管。迈凯伦的翻修进展飞快，现在车里的内饰已经装好，相信很快这辆车就能满血复活。上集大壮在等待风干的时候，要趁着这个功夫把车内的线路进行连接。这里还有一个保险丝盒，在开始接线之前，他对上面的插口进行检测，发现所有的保险丝都没有被烧断，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说明内部的线路没有出大问题。在开始干活之前，大壮先用吸尘器把里面好好的清理了一下，差不多干净之后，就开始连接里面的线路。之前有人在评论区发问，说这么多线路他怎么能分毫不差的精准连接？其实大壮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员，整个连接的过程他都是一边查看教程一边完成的，相当于把别人的操作复制下来。我想如果你也有详细教程的话，应该也能组装好一辆超跑。现在车子内部已经差不多了，排线看起来非常整齐，而之前用小太阳加热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风干。他用打磨机将表面多余的地方去除，然后拿来细砂纸再次打磨，最后用塑料布把周围都包裹起来，先喷上一层白色底漆，等差不多风干后再来上一层黑色磨砂漆，这部分就算彻底完成了。在等待风干的同时，他要开始安装内部零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里面的各种踏板，看来这真是从头开始造车了，过程竟然这么繁琐，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还真不行。里面的踏板装上去后，底部就算全部完成了。接下来给车子装上地毯后，大壮把仪表盘抬了过来，简单的清理之后就装到了车上。当然这也只是简单的扣了上去，线路并没有连接。他把手伸进狭小的空间里，然后将接头插入制定的位置，最后和 ECU 相连接。这辆车就算有了生命，但现在大壮不打算试车，而是继续安装中控台。为了保证车子翻修完成后的效果，内饰方面他买的都是新零件，不过仪表盘除外，因为仪表盘涉及的东西太多，全新的价格很高。而刚才安装上去的旧套件上面还有安全气囊爆开的折痕，现在他要进行修复，先拿刮刀轻轻的擦拭，然后涂上了一点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胶状物，最后用热风机缓慢加热。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效果似乎还没有之前的好。接着师傅打开了自己的百宝箱，里面密密麻麻的摆放了很多瓶子，他从中取出2个来，将它们调和成一罐油漆，小心地喷在套件上。等到油漆完全风干后，整个套件就和全新的差不多了。从刚才的修复细节，我发现了国人和老外对待车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对于他们来说，一辆车子不管有多贵，它都只是一辆车，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要是出了点事故需要修复，他们往往不会过度追求原厂的东西，只要装到车子上好用就行。就比如刚才修复的仪表盘，大壮直接选择让人重新喷了一遍漆。这种情况要是放在国内，我想应该会返厂维修了。当然不管怎么做都是个人的选择，只不过狼叔认为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大家做到物尽其用就好了。